这是一个提高你胆量的频道，建议在晚上观看。准备好了吗？关灯，钻进被子，开始吧。婴儿房。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在婴儿房里的监控设备捕捉到的画面。视频博主在 YouTube 频道上主要测评与技术相关的各种产品。不过，今天的视频对他来说有点不寻常。这天晚上，他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物体在他小孩子的卧室里盘旋。他本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有点不安。他不确定放在小梳妆台上的婴儿监控摄像头到底捕捉到了什么。我们来看看。Hi guys, I don't believe in ghosts at all. I think it's absolute rubbish and all these orbs and energies and all that crap. But I was filming on the Dome camera 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I noticed something at the bottom of my son's bed, which I'll also include a little screenshot of it if I can, with a picture, but you can just see it just there, under there, like that. Now, I thought when I got the notification that my son had got out of bed and he was facing the camera at the bottom of the bed, I thought that was his little face. But then when you press play on the video, it flies off. See that? Let's go back. Play it again. Flies off. Keep dragging it back. You can just see it. So I've no idea what that is. There's no wind in there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 breeze. It's the windows are all shut. It looks a bit freaky, doesn't it? Let's look at it. I just thought I'd show you that, guys. See if there's any people out there who actually believes in ghosts or orbs or any sort of type of energy, what you think it might be or might have been. 那么他孩子的房间里到底有什么呢？有人认为那可能只是一只昆虫，而另一些人则说那肯定不是昆虫，因为它呈现出了类人形状，看起来就像一个奇怪的头。还有的人断定这就是超自然现象，你觉得呢？毕竟它触发了视频博主手机上的警报，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房间里确实有东西，这真是太神秘了。鬼影。视频的上传者称，他的父亲与他分享了一段视频，他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觉得这段视频非常诡异。视频是在他父亲工作场所的外面拍摄的，他父亲工作的小车间位于一条穿过森林区域的小径旁。这些年来，他们听到过很多奇怪的声音，但总是认为这只是野生动物造成的。而今天，他们看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起初，他们认为是两个人在小路上行走，因为已经证明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监控摄像头有时会产生非常奇怪的图像。然而，那天值班的同事发誓说，他当时已经检查过了，当时是深夜，店铺周边根本就没有人。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说实话，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奇怪的轮廓。这是超自然现象调查员托马斯发布的一段视频，那是他早期某项调查的一部分。他说，他和朋友们正在他们家乡附近的一所废弃学校建筑里进行调查。他们真的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吗？
like I was over there. Whoa. Yeah. What? Oh my god, what the? Run! 看他视频中的一帧画面，我觉得有点像女性的身影，你觉得呢？这是镜头无意间捕捉到的女鬼吗？蒂姆的遭遇。现在我们来看看安全员蒂姆·赛博的遭遇。在换了新工作并开始上夜班后，蒂姆在新工作地点遭遇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巡逻的储物间似乎成了很多超自然现象的聚集地，但原因却不得而知。这是蒂姆用手机拍摄到的一次真正的奇怪遭遇。在一个隔间里，可以看到一双苍白的脚。有趣的是，蒂姆说他一开始并没有看到，只有在注视了几秒钟那片区域后，他们才出现在眼前。然而，这件事发生后，他已经极度恐慌，而且由于这次目击并非个例，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记录这些事件。有一次，一个不祥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接着是一个储物柜的门自行打开，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好像受到一股神秘力量吸引。蒂姆的好奇心驱使他来到一个堆满各种被遗忘物品的废弃仓库，这里的超自然现象更加强烈。一个人体模特摔到了地上，紧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女性的哭喊和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声。Hello? Who's there? Hello? 很多人确信蒂姆在这里遭遇到了恶魔般的东西，这对他来说已经相当危险了。显然有人站在走廊的尽头，但根据蒂姆的报告，那绝非人类。
蒂姆似乎捕捉到了一个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阴影生物的手臂和手。那晚他害怕极了，以至于不得不提出辞职，因为他实在无法再应对这一切了。Last night shift at the facility. 于是蒂姆继续记录下了他在这个闹鬼地方的最后一晚，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段极其可怕的经历抛在脑后，但似乎在他最后一晚，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值班时，无论那些储物设施里住的是什么，都想要确保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夜。一个女性身影，轮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坐在角落里。当这个女性身影与她对视时，录像突然结束，留给我们无限遐想。蒂姆的命运和他遭遇背后的真相仍然笼罩在不确定之中，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全部的故事，